嘿，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可能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那是因为我刚刚起床的缘故。最近呢，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聊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也比较深刻的话题吧，就是如何爱自己。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搜索 self love 的话呢，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视频，然后其中有一些呢还是个人成长教练或者是从事跟心理学有关的专业人士录制的视频。在这些视频里呢，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建议。对于我来讲呢，我不是从事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所以我并不能教大家如何爱自己，而且我自己呢也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只是跟大家讨论一些我的想法，然后最近我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呢，还是帮助大家学习中文吧。在想，那些在视频里面教大家应该如何处理人生问题的人，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很久以前呢，我看过一本书叫《诊疗以上的谎言》。这本书呢是美国心理学家欧文亚龙写的。讲的呢就是一个心理医生的阴暗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心理医生呢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心理问题的，但是其实心理医生自己呢也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爱自己这样一个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难的课题，听起来好像不太难，每个人都爱自己啊，有些人还特别的自私。那为什么爱自己会变成一个那么难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如果你在小的时候遭遇过一些创伤的话，这可能会成为你一生的课题。那我在3年前呢，就接触过这样一个话题，并且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我觉得并没有非常的成功。最近呢遇到一件事情让我受了非常大的打击，然后呢我又开始重新回到这个话题，重新开始学习。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用一个积极的眼光看待你人生当中的问题的话，你会觉得就是那些挫折，那些困难可能都是一个契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就是一个让你成长的一个契机吧。所以下面呢，我就来说说最近我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学习。我确实在 YouTube 上面搜了很多关于self love 爱自己的话题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其中呢有一些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当然也有一些视频会是就是有非常多的废话了。那每一次呢，就是我都会听到对我有启发的一些建议呢，我都会做笔记。我现在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既可以搜英语视频，也可以搜法语视频。那我突然觉得，就是学会一门新的语言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这一些呢，就是我做的一些笔记，我觉得比我当时学习法语的时候要认真很多。当然就是你光看这些视频也是没有用的，就是当你发现一个好的建议，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需要你自己花时间去实践，去尝试。就好像我之前说的，爱自己是一个一生的话题，然后你会当然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功课吧。
然后呢，我又开始做冥想。其实我做冥想练习呢，已经有3年了吧。但是之前呢，并不是非常规律的，而是想到了，然后去做一下。那现在呢，我又开始恢复到每天做冥想这样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练习。最近呢，我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了一个冥想的音乐吧，然后这其实呢是一个箴言。那箴言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理解，而是我去搜了 mantra 这样一个英文单词，然后找到的一个中文的翻译。那mantra 呢，它其实在佛教和印度教都有的。听说呢，它是一个可以创造改变的音。我对这2个宗教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而且呢，真的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安静的力量。那在整个1个多小时的视频里面呢，它是不断的重复一句箴言，而且音乐也是不断重复的。但是很神奇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单调。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听一下的话呢，我也把链接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里面，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真的非常的不错。第3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自己的想法，学会跟自己对话。想法呢，其实真的特别的重要，包括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也是一样的。那每次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对自己都会指责自己，说啊，我是一个傻瓜吗？或者为什么我那么笨呢？或者呢，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为什么幸运的事情不能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些话，当你不断的对自己讲，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进入你的潜意识，然后成为你的人生模式。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就是当你改变对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或者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式的时候呢，那件事情也会随之改变。所以现在每当我有负面想法的时候呢，我都会停下来跟自己说，你看他们又出现了，但是他们是真的吗？我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呢，你察觉这些负面的想法，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改变它们。第4件我为自己做的事情呢，就是种植物。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因为他家有种了很多植物，所以他就剪了2根枝条给我。然后呢，我家没有种的盆子，我就把它种在杯子里面。然后这个呢，我有2个杯子这样子。然后这个植物呢，它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油画婚礼。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包括我在 Google 上面搜索为什么它叫油画婚礼，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然后我朋友说呢，可能是因为喜庆嘛，婚礼是很喜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油画婚礼这4个字，油画和婚礼其实没有相干，是2个不相干的词语，但是放在一起好像还挺悲伤的。之前呢，我也有种过牛油果，然后是种在水里的，我们叫水培。那水培的意思呢，就是在水里面培育牛油果。那另外一种呢，就叫土培。土培呢，就是在土里培育。
那之前我水培的牛油果，因为没有好好的去打理它，所以呢就枯萎了。我就把它移到了我的院子里面，然后就开始土培。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叶子都掉光了，我觉得它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是昨天我去看的时候，竟然发现它长出了新的叶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还不如植物呢，就是遇到一些创伤，遇到一些挫折，就开始一蹶不振了。但是也有可能植物它没有心，就是它不会记住曾经有人带给他的一些伤痛吧。所以呢，只要给到它足够的营养，它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当然我觉得人也可以啦，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第5件事情呢，就是我去报名参加了志愿者活动。离我家不远呢，有一个机构，它是专门帮助那些患了艾斯海默症的老人吧。然后呢我填了表格，但是一直没有回复。然后我有朋友跟我说，这里的审核过程呢，一直就是很长的，也有可能他们会在2-3个月以后才联系你，那个时候或许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不过对于我来讲呢，就是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一直听到视频里面那些心理学家吧，他们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爱自己的话，可能你也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我其实是非常同意这句话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对别人付出爱的话，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治愈的，说不定可以治愈你自己，然后帮助你自己爱自己。可能吧，但是我就是想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希望他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联系我吧。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发现我的手机也快没有电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期视频了。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